现在的俄乌似乎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所有人都在猜测双方一直蓄势的春季攻势会在什么时候展开；另一方面，俄军仍在持续进攻巴赫穆特，即将完成对巴赫穆特的合围。仍在坚守的乌军会不会选择撤出来？但在这个时候，在巴赫穆特接连失利的乌军却主动发起了反攻，地点就选在了南部战场。如今，瓦格纳即将完成巴赫穆特的闭合包围，这次可是4面合围，与之前所说的3面包围是不一样的。根据瓦格纳集团发布的消息来看，负责进攻的瓦格纳突击部队距离市中心仅剩下最后的2公里，而在城市外围，距离西侧的包围闭合也仅剩下几公里。对于仍在坚守的乌军来说，如果再不进行撤退，那就只能被瓦格纳包饺子了。这就会出现去年亚速钢铁厂的困境，即便豹2坦克已经到了基辅，已经无法解开巴赫穆特的困境，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俄军的进攻也吸取了去年的教训，选择步步为营的战术，一点一点打，选择逐渐蚕食乌克兰的领土。今天站上1公里，明天再打下一个定居点。有人猜测俄罗斯会不会在周年的时候再次发动对基辅的袭击，但在火力军看来，目前的俄军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普京更想将顿巴斯地区全部纳入囊中，然后再把扎波罗热与赫尔松打下来，这样就能拿下曾经公投的4个州了。而巴赫穆特的乌军是防守还是撤退，这是乌克兰所有高层都在思考的问题。而在这时候，乌克兰却反其道而行，选择在马里乌波尔发动了军事反攻。乌克兰国防与安全秘书公开表示，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夺回克里米亚，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乌军必须要在南部赫尔松、马里乌波尔等地区展开反攻，但具体会选择哪个方向，目前还是一个秘密。对于乌克兰来说，目标也很明确，要么在春季发动反攻，集中优势兵力，选择一个点单兵突进，比如俄军防守相对薄弱的地方。西方国家觉得乌克兰春季攻势的一个方向可能会是克里米亚，但在乌克兰南部地区，只有乌军能在顿巴斯牵制俄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动进攻，但这需要转移部队和手段。而乌克兰也一直说要夺回克里米亚，但直接进攻这座半岛谈何容易？而马里乌波尔似乎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因为这里曾发生过血战。如果今年乌军能再夺回来，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当然也有战略意义。因为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只有2条道路，一个是之前遭遇袭击的克里米亚大桥，而另一个就是通过顿巴斯南侧的马里乌波尔。因为俄军想通过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桥之间运送物资是有限的，去年还被炸了，运送能力有限，所以才会用过马里乌波尔来运送物资。在过去的1周内，马里乌波尔城内的俄军目标至少发生了18次爆炸，而在2月22日那天，乌军对这里的打击行动达到高峰，当天共发动了12次打击行动。乌军袭击了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的弹药库、燃料库，以及设置在钢铁厂内的一座军营，并对俄军造成了不少伤亡。袭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弹药库，就是重要后勤设施。后来又在2月24日发动了多次打击，其中2次针对钢铁厂内的目标，1次针对机场附近的目标。在去年俄军闪电基辅失败之后，就转变了战术，在3、4月份开启了多个战场，赫尔松、基辅、哈尔科夫以及马里乌波尔。俄军仅用了几周时间便将赫尔松地区拿下，同时继续进攻基辅，但冲突初期的转折点却是马里乌波尔。毫无疑问的是，马里乌波尔是海湾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歼战。亚速营的士兵在亚速钢铁厂打到最后有几千人出来投降，但随着战线逐渐推移，这座城市已经明显偏离了一线战场，如今正被俄军所占领，成为俄军重要的后勤枢纽与吞并点。此前有报道称，俄军一度在此屯兵数万人。在巴赫穆特持续失利的乌军能在马里乌波尔发动如此强有力的反击，的确有点出乎意料。那么，乌军是打算将马里乌波尔当作反攻起点吗？乌克兰先打这里的补给战，肯定是对克里米亚有所企图。
因为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宣布，乌军春季攻势战略目标就是在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之间打进一个个楔子，为将来进攻克里米亚打下基础。而马里乌波尔正是最符合的选择，因为这是顿巴斯南部重要的补给枢纽。如果乌军占领了马里乌波尔，那理论上就可以完成对俄军的切割，让乌东、乌南以及克里米亚的俄军无法配合作战，削弱俄军对赫尔松地区部分领土的控制，以及克里米亚军队的后勤保障。这对于乌军在完成下一步的任务将会非常有益处。为了能让俄乌尽快停火，许多国家都在为此而努力，但乌克兰可不同意。凭什么打我打得这么惨，现在就想上谈判桌？乌克兰不仅再次拒绝谈判，并且还表示100年内不会与俄罗斯和解，绝不向侵略者低头，除非俄罗斯完成去核化、非军事化以及民主化，同时还得退回到1991年的边界。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不仅要吐出克里米亚与乌东4州，甚至还要销毁所有核武器，否则俄乌不可能真正和解。乌克兰这番发言已经充分表现出了抗争到底的决心，但这可能吗？这些条件对于俄罗斯来说与战败没什么区别，但从乌克兰近期的各种举动来看，放出的狠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准备发动的反攻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在准备。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透露，乌克兰确实准备发动春季攻势，反攻的终极目标就是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而在乌克兰完成这些目标之前，是不可能与俄罗斯进行任何谈判的，因为谈判只会给普京集结队伍发动进攻的时间，并且还表示，乌克兰在反攻开始之后，不排除会将战火烧到俄罗斯境内的可能性。俄罗斯境内的武器库或者其他军事装备都可能被摧毁，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几个俄罗斯战略城市都将步入基辅的后尘，等待着我们的轰炸吧。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正在组织一场夺回克里米亚的行动，乌军新组成的部队正在西方国家接受训练，这些部队是专门为执行这项任务而设立的。乌克兰在2月初启动了一个名为进攻卫队的项目，将在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察以及边防卫队的结构内组建8个全新的突击旅，其中6个旅来自国民警卫队，1个旅来自国家警察，1个旅来自边防卫队。除了这8个突击旅，乌军还组建了8个机械化旅、2个炮兵旅以及2个陆战旅，另外还有可能组建其他空降旅。这些部队将配备西方提供的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火炮。为了解放克里米亚以及其他被占领土，乌克兰至少新组建了2个旅。不过，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定下确切的反攻时间，还需要对乌克兰士兵的准备情况、西方先进装备的供应以及俄罗斯士兵的士气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衡量。在2月底，俄军控制下的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等接连受到打击，打击距离跨越近100公里，各国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一来，这些地点战略地位都很重要；二来，乌军采用了什么手段进行的打击？毕竟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也才70公里。乌克兰国防与安全秘书表示，这段时间我们的军队对马里乌波尔城内的俄军目标进行了打击，验证了我们在打击俄军大后方的目标防线不再面临太大的问题。这不仅适用于马里乌波尔，还适用于远离前线的其他被占领城市。打击距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无论是100公里还是150公里。同时，他也承认，这些打击使用的是最近收到的美国远程武器，但并没有具体透露弹药类型。美国媒体分析，乌军可能利用了多种武器对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一是美国援助的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这些援助的装备已经部分到位了。当前在顿涅茨克博加特耶尔城附近的乌军海马斯系统操控人员已经获得了首批歼2 SDB， 这是由瑞典萨博集团与美国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结合了 GBU-39 小直径炸弹和 M26 火箭发动机，采用 GPS 制导模式，在所有天气条件下都可使用，并且可以用来对付装甲车辆。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的打击范围可以达到150公里，几乎是海马斯火箭弹射程的2倍，足可以用来攻击马里乌波尔。
另一个是乌军可能使用了自制火箭炮，也就是乌克兰自己研发的凯木 M 重型多管火箭炮系统，源自于苏联时期的龙卷风远程火箭炮系统。最新增程型火箭弹的射程可以达到130公里。此外，乌军装备的雷霆2短程战术导弹也可以打击上述目标，据说能与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相媲美，射程在250到300公里，还有可能是自杀式无人机发动攻击。毕竟乌军对自杀式无人机的使用已经非常娴熟了，当初就利用无人机多次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俄军机场，而俄罗斯也承认在马里乌波尔启动防空系统并击落2架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最后一个就是乌军实施特种攻击。例如，乌军特种部队与马里乌波尔城内乌军游击人员配合，制造爆炸事件。从目前形势来看，乌军已经在摩拳擦掌，准备借助春季攻势夺回开战后被占领的领土，同时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只是目前西方援助的装备，尤其是先进主战坦克与装甲车还未完全到位，所以乌军并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势，率先对马里乌波尔发动打击，希望能缓解乌军在巴赫穆特的困境，吸引一部分俄军的注意力，同时切断乌南部路桥，分割俄军，可能将是乌军春季攻势的重要战略目标。由于克里米亚大桥的运力有限，并且非常容易受到袭击，所以驻扎在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的俄军主要通过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路桥进行补给。而乌军未来春季攻势将集中在南部地区，可能进攻的方向包括扎波罗热、马里乌波尔以及赫尔松等地区。先行占领马里乌波尔，将能大大提高乌军在南部战场的优势。如果能一举完成对俄军的切割，就可以让俄军无法进行配合作战，这将大大削弱俄军对占领区的控制，同时也为乌军夺回克里米亚留下契机。你们觉得乌军真的会选择马里乌波尔发动春季攻势吗？西方援助的装备会提前到来吗？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